Hello，大家好，我是先锋君。三是一个很有趣的数字，不论是物理上还是数学上，两个就显得少，四个就有点多。三是一个不多不少的数字，而且特别符合人的记忆规则。海贼王中似乎强者的身边都会有三个强力的副手，比如大马海贼团的三将星、海军三大将、路飞身边的三大主力、百兽海贼团的三灾。在左岛篇，我们已经通过旱灾杰克大概见识到了凯多手下三灾的战力水准，就连凌空六子的人也希望能够上位成为三灾之一。由此可见，三灾不仅仅代表百兽海贼团最强战力，而且还拥有仅次于凯多的地位和权力。大家好，我是千锋君，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百兽海贼团三灾那些事儿。旱灾杰克，杰克的性格暴躁、蛮横、凶狠、决绝。他的第一次出场就直接率领部下进攻皮毛族的左岛，为了找到雷藏，不惜要毁灭这个国家，而且拒绝谈判，属于那种能动手绝对不多话的狠角色，一切问题都靠武力解决，敌人是靠打服的。即便面对犬男公爵和猫腹蛇掌柜两个皮毛族最强战力，杰克也毫无畏惧，以1敌2，与两个皮毛族大佬车轮战打了5天5夜，未能分出胜负。杰克的耐力和单体作战能力可见一斑。5天5夜之后，不论皮毛族如何苦苦哀求，杰克毫无怜悯之心，直接释放毒气，企图毁灭整个左岛，并且对犬男公爵和猫腹蛇掌柜进行酷刑拷问，手段凶狠毒辣。最后因为得知了多弗朗明哥被捕，才离开左岛前去营救。即便刚刚打了一场持久战，杰克的精力依然旺盛。面对载有海军大将藤虎、前海军元帅战国、海军总参谋贺的军舰舰队，杰克毫不犹豫冲上去就开打，蛮横到根本不把海军放在眼里，打算在3位高手面前硬抢多弗朗明哥。最终虽然毫无悬念的被打败，但依然摧毁了2艘军舰。而这样的狠角在凯多手下3大看板中还仅仅是一个小弟，这还没算上凯多团那些没有展露实力的人物。看来凯多团果然是卧虎藏龙，否则也不可能统治和之国长达20年。一灾奎因，曾经在左岛飞扬跋扈，看到谁就锤谁的旱灾杰克，在奎因和晋身边犹如小老弟，还要卑微的称呼奎因一声二哥。一灾奎因的登场似乎没有想象中那样霸气，没有厮杀，没有打架，胖胖憨憨的外表甚至让人怀疑他是凯多手下大看板之一。而在突版大监狱中，奎因还表现出了极其逗逼的一面。面对基德的越狱和路飞的越狱进行时，奎因的眼睛都要飞出去了，呵斥道：“赶紧去追呀！”那么这位喜欢跳舞、行为怪异的大胖子，到底有怎样的实力配得上大看板这个称呼呢？一灾，这称呼可不是随随便便得来的。这位悬赏金超过13亿的怪物级人物，狂热的喜欢研究和制作化学武器，而且极为残暴、嗜血好战，喜好用酷刑处刑犯人，并且以此为乐。突晚时，奎因就组织了大象扑地狱，试图将路飞折磨致死，给自己取乐玩耍。然而接下来奎因就因为小头汤发了飙，单挑4皇大妈，2个大人物因为吃的大打出手，除了路飞，这可能在海贼王世界中再也找不到第4个人了。万能形态的奎因战斗力和防御力大大增强，即便被大妈暴揍一顿，奎因依然能毫发无伤地站起来，并且在变身万龙之后一击头锤，万龙炸弹砸中大妈，换回了大妈的记忆。之后大妈昏睡过去。火灾禁，与莽夫杰克、大胖子奎因相比，火灾禁可谓是最有气场的大看板了。尤其是趾高气扬的教训杰克和奎因时，一副高高在上、大哥大的样子。另外，根据奎因的叙述，禁是一个喜好拷问的变态，结合禁黑色的着装，所以我们有理由推测，禁与推进城有着很大的关系，且有很大的可能就是推进城前任署长。禁的第一次出手就是那震惊大马海贼团的一脚，当浑身着着火焰的动物系古代种龙龙果实翼龙从和之国悬崖上翱翔时，整个女王妈妈圣歌号传出一片片的尖叫声，而禁根本没有留情，一脚就将那艘比桑尼号大10几倍的女王妈妈圣歌号踹下了悬崖，且傲慢地说道：“区区一艘船而已。”完全没有把大马海贼团放在眼里。而禁的身上最为惹人注目的，除了那身与麦哲伦与日溪流样式款式差不多的黑衣之外，还有就是他挂在腰间的那把佩剑。看来禁可能就是凯多团主打剑士位置的剑豪。有人推测禁应该是和之国给索隆练级的最佳对手，然而尾田却给了一个很有趣的插曲，就是大马海贼团的女王妈妈圣歌号再次跃上瀑布准备登陆和之国时，被赶来的前白胡子海贼团一番队队长布斯角马尔科再次一脚踢下瀑布。在蛋糕岛篇，我们看到路飞大战大马海贼团副手卡塔库利时，一再陷入苦战，最后因为卡塔库利接近放水的公平对决，才勉强取胜。那么同样是皇父级别，晋的实力与卡塔库利绝对不会相差太多。如果把这样一个级别的人物安排给索隆，对于此时的索隆来说，会不会为时过早？
也许马尔科这个插曲就是尾田埋下的一个小小伏笔。同样是动物系恶魔果实，同样是在天上飞的，同样是四皇的副手，未来的和之国大战晋的终极对手很可能就是不死鸟马尔科。我是先锋君，咱们下期见。